大家好，这里是伪代码。我们在使用搜索引擎时，经常会看到各种广告，它们不仅影响浏览体验，还浪费时间。网上下载了屏蔽广告的插件或脚本后，有时失效了，只能苦苦等待更新。今天我就来教你一个终极方法，从此一劳永逸地告别广告的困扰。我们将亲手写一个 TemperMonkey 脚本，让你彻底掌控自己的浏览体验。脚本内容也很简单，视频说明中提供了下载地址，但这只是针对某一个网站的脚本。如果你想实现屏蔽更多网站的广告，那么请继续往下看。要实现这个脚本，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个浏览器的核心工具——检查功能。无论你使用 Chrome、Firefox 或 Safari， 操作都一样简单。在网页空白处右键选择检查，我们可以看到会弹出一个窗口，窗口的上半部分内容就好比网页的骨架，下半部分就好比网页的皮肤，而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要修改它的皮肤，让广告元素隐藏。而当你看到这段文字消失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掌握了屏蔽广告最核心的原理。而实现这一切的是我们的神器 TemperMonkey 浏览器插件，所以请先安装它。这是我们编写自定义脚本的平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实现广告的屏蔽功能。打开检查窗口后呢，按下快捷键 Ctrl+Shift+C 进入检查模式。Mac 系统就是 Command+Shift+C， 然后将鼠标移到广告字样上，点击左键。此时右侧的区域也会定位到对应的代码，但这只是整段广告中的一个子元素，而我们要找到的是承载整段广告的副元素。沿着代码结构一级级向上选择副元素，直到左侧页面中整个广告区块都被高亮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找到目标后，我们通常会寻找它的 class 属性来作为搜索关键字。通常广告会使用特定的 class， 然后我们复制这个 class 的值，但为了确保它是广告独有的，可以在检查器中按 Ctrl+F 搜索一下，看看这个 class 是否只出现在广告上。如果确认，那它就是我们脚本中要用到的搜索关键字。现在我们点击 TemperMonkey 插件，选择下面的管理面板，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新建一个脚本。我们可以先给脚本创建一个名称，比如我这里就叫 BDADB， 然后写下需要屏蔽的网址。比如我要屏蔽百度的广告，那么就需要写下两个网址，一个是主页的网址，另一个就是搜索页的网址。如果要添加新网址，就继续新增一行即可，其中星号呢就表示任意字符的意思。写好后点击保存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下核心代码。我们首先要拿到所有的广告元素，就需要使用 document.body.querySelectorAll， 它会从整个页面中找出所有符合我们的条件的元素。括号中呢就是要搜索的关键字，可以是 class 也可以是 ID。 这里要注意的是 ID 前面要加上井号， class 前面呢是点号。ID 是唯一的，所以找到的内容也是唯一的，而 class 可以被重复使用，所以用 class 可以一次找出所有相似的元素。class 中有多个值时，就用点号连接起来。我们找到这些广告的元素后，还需要一个循环操作，对每个广告都执行相同的操作，就是隐藏它。于是我们将使用 for each 循环来便利这些广告元素，其中的 AD 就代表循环过程中的每一个广告元素。于是可以直接写上隐藏的代码，这里 display :none 就是隐藏的意思，后面的叹号 important 就表示优先级最高。现在我们点击保存，刷新网页看一下效果。我们发现刚刚那个广告呢确实消失了，但似乎又动态增加了新的广告。通过分析发现，网站设置了反屏蔽机制，识别到广告被屏蔽后会在动态生成新的广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再接着往下看。这行代码就表示我们创建了一个观察器，意思就是告诉它去盯住整个网页的元素，只要有新的子元素被添加时，它就会立刻执行我们的广告屏蔽代码，否则就按兵不动。我们创建一个方法，名字就叫做 hide_ad， 然后把广告屏蔽代码移动到这个方法当中，这样观察器就可以去调用它。而要让这个观察器真正的开始工作，我们还需要设置两个属性，一个是观察过程中的配置，另一个就是要观察的范围。观察配置可以设置是否观察子节点的变动，以及是否观察属性的变动。观察范围就是我们的 body 元素。观察器默认是关闭状态，因此最后这一行代码就是用来开启观察器。另外，对于动态增加的广告，我们还需要在检查模式下找到副元素的 class， 而这一次副元素的 class 却并不是广告专用，因此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子元素的 class。确认了子元素的 class 是广告专用后，
我们使用以下代码来完成新增广告的隐藏。这里的广告搜索代码与前面的都相同，只是搜索的关键字使用了子元素的 class， 因此在执行隐藏之前还需要先找到副元素。通过检查模式可以看到，向上2级就是整段广告的内容，这就是我们要找到的副元素。所以脚本代码中要写2遍 parent node 来获取副元素，然后再使用神奇的隐藏代码即可大功告成。现在点击保存再试一下，就会发现整个屏幕瞬间变得清爽了。如果你有多个 TemperMonkey 脚本，为了确保广告屏蔽脚本最先执行，你可以将它在管理面板中拖到列表的最上方。不同的网站广告的 HTML 结构千差万别，今天我们针对百度，但如果你想屏蔽其他网站的广告，就需要重新分析其广告元素的 class 或 ID， 并相应地修改脚本。有时网站可能会更新广告结构，导致脚本失效，这时候你需要重新检查更新脚本代码。掌握了这种方法，你不仅能屏蔽广告，还能理论上隐藏网页中任何你不想看到的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未来我还会分享更多有趣实用的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